网红鹿角蕨适合养在卫生间，湿度越大，叶子长得越快。鹿角蕨在近几年的园艺圈里也是比较火爆的种类，市场上售卖的价格也并不便宜。小一点的苗子大概就需要40-50块，大一点的可以卖到接近上百块。很多人见到这种植物的第一眼就一见钟情了。作为超级网红的鹿角蕨，近些年已有超过虎尾兰的趋势，买的人超多。特别是喜欢养殖热带植物的花友，几乎是家家都有鹿角蕨。但买来容易，养起来难，99%的初学者常犯一个错误，那就是买回家后把它摆放在阳光直射的窗台上，短短几天时间，叶子就变得焦黄，然后没过多久就死了，浪费了精力，浪费了钱。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是你养工不行，而是你选错了养护环境。你把它放到卫生间或者朝北的阳台试试看，瞬间焕发生机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就从养护位置、上板以及孢子繁殖来教你把鹿角蕨养成上档次的艺术品。养护环境，鹿角蕨属于附生植物，在生长期间并不需要土壤，但它需要大量的水分和营养元素。在高湿度的环境下养出来的鹿角蕨生长的速度会更快。一般鹿角蕨的小苗没有太大观赏性，只有长大之后，叶片的直径超过了50公分以上时，观赏的效果才会逐渐的显现出来。养殖鹿角蕨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蝴蝶兰或者是石斛花，3种植物的生长习性都是一样的，喜欢高温度、高湿度的环境。最好的养护环境是模拟它的原生态环境，也就是悬挂在空中养护。所以在购买之前，首先要找好合适的位置，比如阳台或者卫生间。如果卫生间有明窗，可以定期的开窗通风，并且有明亮的散射光照。像这种环境下，鹿角蕨就完全可以悬挂在卫生间的墙上，卫生间的湿度是最大的，养出来的鹿角蕨整体的生长速度也会有所提升。但如果你的卫生间没有窗，通风不好的话，那么对于养护鹿角蕨也是致命的打击。如果是悬挂在阳台上的话，必须要避开强烈的直射光，一方面光照会加快水分的散发，另一方面超强的光照容易把叶子给晒焦了，所以悬挂在北向的阳台是最佳选择。北向的阳台只要定期的喷水保湿，大概1年半到2年的时间就能长到50公分的直径，长大之后的鹿角蕨就会华丽变身，价值翻倍。上板，鹿角蕨想要养得高大上，除了养护位置重要外，上板也同样有很多讲究，下面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第一步，材料准备。上板鹿角蕨首先要选择木板，木板有杉木板、蛇木板和盾形木板，但在园艺圈里人气比较高的就是杉木板。除了木板外，还需要准备水苔，水苔除了种植蕨类非常好以外，种植蝴蝶兰也是绝配哦。另外还需要用到的就是线，要用线把鹿角蕨固定在板子上，一般选择与水苔颜色比较接近的线，或者透明的鱼线或者细铁丝也是可以的。第二步，托盆上板。上板前要先给鹿角蕨托盆，一般来说土球表面被压平的就是它的根系，先把土球底部打散，让它的高度变成原来的1半以下。但千万要注意，托盆的时候尽量不要伤到它的盾叶，盾叶很脆，一碰很容易损伤到。然后把水苔泡水，可以多洗2次，更干净。接下来找好要板植的位置，一般都是选择木板下半部分，然后先放上一层水苔，大概1厘米厚。之后再把打散土球的鹿角蕨放在水苔的上方压实，让土球和水苔充分接触。这里还有一个注意事项，上板的时候要观察一下鹿角蕨的芽点，保证芽点要朝向木板的上方。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新的叶片都要从芽点长出来，方向向上的话，后期长出来的叶子就会朝上挺立，呈现出立体效果。第三步，填充固定。选好位置后，再用水苔把整个土球和间隙全部覆盖和填充，让水苔包裹着整个基部，尽量让这个底部呈半圆形，这样看起来会更美观。然后用事先准备的线把水苔和鹿角蕨缠在木板上，缠的时候没有太多讲究，只要能把水苔缠牢就可以了。最后把线的2端打结，随着后期盾叶慢慢的长大，它就会把水苔球抱住，那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惊喜和欣慰。
繁殖。说到鹿角蕨的繁殖，就要从它的结构说起。鹿角蕨的结构非常简单，它有2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叶子，垂下来的那些较长的，就是它的孢子叶，叶子背面会产生孢子，鹿角蕨就是靠这些孢子来繁殖的。鹿角蕨植株底部的就是它的营养液，一般是圆形或盾形的，它的作用就是获取养分和水分，可以捕获落叶或干枯树枝等的养分，也能避免根部积水。今天说的繁殖方式就与它的孢子叶有关，也就是常说的孢子繁殖。孢子繁殖的过程一般比较长，繁殖成功的都不是一般人，都是非常厉害的大神。因为取孢子前，我们要定期检查鹿角蕨的叶子，孢子都是长在健康的老叶背面的，要找那些变老的孢子叶。如果发现叶子开始变色，颜色也变得暗淡的话，那就可以检查叶子背面是否有孢子，可以把这些带孢子的叶片切下来，然后把叶片剪成多段，放在干净的纸袋子里或其他干净的容器里，之后放在干燥的地方。等叶片完全干枯后，叶子背面的孢子就会掉落下来，也可以直接用刀把孢子从叶片上刮下来，一般深褐色的孢子才是成熟的孢子。之后就可以准备水苔，可以选择常见的智利水苔，泡水半小时后捏干水分，将鹿角蕨的孢子撒在水苔上，之后定期喷雾，保持湿润，湿度要保持在 80% 至 85%， 温度最好保持在20至25度之间。如果湿度达不到要求，就要盖上盖子，将它养在通风透光的地方，等孢子慢慢萌发。养护15天左右，表面会逐渐长出绿色的心脏型幼源液体，1个月左右配子体发育成熟，这时隔2-3天可开盖喷水，促进受精。2至3个月开始长出幼苞苗，可见舌头形状的针叶，当长出3至4片针叶时，就可以移栽到新的容器中闷养，直至叶片长到3至4厘米，就能移到小盆中，换成水苔培养，使其逐渐适应外界环境。常见问题，鹿角蕨也是个有点小情绪的植物，偶尔也会遇到一些问题。别担心，作为一个植物心理医生，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鹿角蕨的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法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烦恼都有哪些什么幽默的一面吧。问题1，叶子变黄。鹿角蕨的叶子变黄了，就像是它们在示威抗议一样。这个问题通常是因为养护不当或者营养不足所致。解决办法就是给它们施肥，让它们吃点好东西。当然，不要像对待吃货一样过分，适量给它们施肥就好，别让它们变成肥角蕨啦。问题2，病虫害问题。鹿角蕨也会吃到一些小害虫，就像是在餐厅里遇到了讨厌的飞虫一样。但别担心，我们可以用一些巧妙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比如，你可以给它们洗个澡，用肥皂水轻轻地给它们洗洗身子，把害虫赶走。这就像是给它们做个全身水疗一样，让它们在水中尽情放松，顺便让害虫们掉进肥皂泡里。问题3，过度浇水。有时候我们对待鹿角蕨就像是对待小孩子，总是怕他们口渴，结果就给他们喝太多水了，这样他们就像是被抓住了水缸边缘一样，感到有些窒息。解决办法很简单，就是减少浇水的频率，让他们自己感受一下干燥的空气，学着独立些，不要总依赖我们喂水喂饭，让他们学会享受干爽的空间，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强大哦。问题4，长得太快。有时候鹿角蕨的生长速度就像是超音速一样，让我们有点目瞪口呆。这就像是把它们放进了时间机器一样，它们可以一夜之间长出一片又一片的叶子。解决办法就是给它们修剪一下，把它们的生长势头控制住，就像是给一个生长过快的孩子剪个时髦的发型一样，让它们看上去更时尚，更有型。问题5，通风不好。若鹿角蕨长期处于通风不良、潮湿的房间时，不仅容易滋生病菌，还可能会遭受介壳虫、粉虱等害虫的侵害，所以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，也要注意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。晴天中午比较温暖的时候，可适当多开窗透气，以加强空气流通性，减少细菌滋生，促进植株的呼吸和新陈代谢。若植株不幸感染病虫害，需及时将其与健康植株隔离开来，
并将感染严重的汁液等全部修剪掉，以免造成二次污染，然后再及时喷洒药物进行防治。最后要说的是，鹿角蕨耐寒性较差，怕霜冻，冬天温度只要低于4度，其生长就会停止，进入休眠状态。若长期低于0度，则容易因冻害而死亡，所以冬天养护它，一定要注意及时调控温度。气温一旦低于10度，就需将其及时移到温暖的房间养护，室温最好保持在5度以上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鹿角蕨养护的内容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